蒋大夫，谢谢你这段时间陪着我们两个老家伙过家家。很多错过的遗憾是没有办法弥补的。如果当年我也有机会和奶奶告别，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。别跟你爸知己好好相处，赶紧撤个家，奶奶才能安心啊。蒋大夫，你是一个好人。要是我儿子将来回来的话，替我转告他，我在厨房等他脚的柱子里给他留了他最爱吃的野雪菜。让他记得回家看看他。不要，不要！奶奶，奶奶，奶奶！老伴儿啊，回家，跟我回家。大村小村还等着咱呢。我们想好了，怎样能帮助更多的人。如果我没有被停止，我能救回的。听爸爸糟糕的我爸。
等阿姨送来的时候，已经太晚了。雨水交代又下，随便是泪还是雨吧。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。我一次又一次的提醒他，要注意柯大爷的口腔状况。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给他做检查。是我的问题。如果我但凡再细心一点，也许这一切就不会是现在这样。天才，你看着我，你看着我。没有人希望这样的事情会发生。蒋阿姨她是糖尿病合并颌下间隙感染，这样的并发症本来就很难去预防，再加上发展特别迅速，我们已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到了最好。光阴抚摸过时间，太阳闪耀如从前，以为抓得住一切。他怎么样？萎靡不振的，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他像现在这样。那你真的相信新闻里说的吗？当然不信了。你要的原视频我找到了，那患者家属我们都认识。萌萌爸爸。牙齿与外伤断裂或脱落之后，应避免直接触碰牙根，或用卫生纸等物品包裹，并将其置于生理盐水或牛奶当中，或置于舌下，黄金30分钟之内可实现再治。小老板，这海螺怎么卖啊？唐毅姐姐，哎呦，唐毅姐姐，你今天不上班吗？那个帅哥哥怎么没来？你们两个吵架了吗？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？我要先回答你哪一个啊？你看，我给你带了什么？秀秀，喜欢吗？喜欢。唐毅姐姐，你没来的这段时间，我每天都要好好刷牙的。啊，真棒！我在裴喜哥哥的直播间学了好多口腔知识呢。我长大以后也要当医生，那样的话，每天都可以见到唐毅姐姐啦。怎么这么棒啊？哦，对了，你眼睛恢复的怎么样？有没有不舒服啊？没有呢，我眼睛恢复的可好了。爸爸说我要一辈子记得给我捐献眼角膜的那个人。等我长大了，我也要帮助别人。哦，对了，宝贝，你能回答姐姐一个问题吗？当然可以了。你跟爸爸去过平津吗？去过呀，我跟爸爸去进货。你看，我还摔掉了一颗牙呢，是一个医生哥哥把我送进医院的。那个医生哥哥可凶了，但是他的手又大又暖，跟唐毅姐姐一样。唐医生，您怎么来了？周师傅，爸爸，你看，这是唐毅姐姐送给我的礼物啊。唐医生，有什么话，我们去那边说吧。拿好碗啊！周师傅，
这不是真相吧？唐医生，我知道你是好人，我也知道你和江医生的关系，但你是你，他是他，你不用替他说好话。周师傅，我们都不相信他会做出这样的事情。如果中间有什么误会，我们可以解释清楚。但是流言蜚语真的会毁了他的职业生涯的。没有什么误会，你看到的就是事实。他为了先救那个有钱人，就把我女儿丢下了，凭什么？我女儿摔得那么惨，满脸都是血，一直喊着疼。我一次次的求他，可他呢？他就是个冷血无情的人渣，他不配做医生。可你知道吗？就是你口中的这个人渣，他20岁就拿起了手术刀，他是平津医院史上最年轻的主治医师，他可以24小时连轴转8台大型手术，他可以为了一个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跟权威专家据理力争，就为了那1%的治愈可能。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会因为患者的身份而区别对待呢？我跟你道歉。当时确实是我的问题，后来你女儿的手术顺利完成，但是我态度不好，没跟你解释清楚，是我不好。张医生，隔壁这个是秦院的朋友，先来处理一下吧。生命体征平稳，就先做 CT， 头颈胸腹全扫。这里不是有医生吗？医生，快！病人正在清创，谁允许他拉开床帘的？我是你们秦院的朋友，我儿子现在伤得很重，我希望你们先给他检查。头盔面罩内有血迹，面部全为见开放性创口，可能会有口内损伤。别摘头盔。血氧多少？血氧88。开启第3通道，准备手术。好。医生，是我女儿先来的，她内伤还没检查清楚，我……哎，这干嘛？你接手清创。好的。快带走。我之所以先救那个人，是因为我当时判断你女儿的情况暂时比较稳定，而那个人如果不立刻手术，她的生命就会走到终点。我知道我现在不管说什么，都无法弥补当时你女儿受到的痛苦，但这就是真相。在医生的眼里，病人没有贫富贵贱，每个生命我们都尊重。其实是我对不起江医生你，我知道你也是个好人，我真不是故意要害你的，我当时就是气不过我女儿遭了那么大的罪，我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，我后来有想站出来听你解释的，可我看到那些捐款后，实在是没有办法。我母亲躺在重症监护室，一天就好几件，我女儿的眼睛又看不见，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。那些钱，我不敢拿那些钱，我就不敢拿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江周师傅，我没脸见你。快起来，周师傅！我哥查到了那条新闻的背后推手。先起来再说。你应该感谢我没有把你做的事情说出去。对不起你啊，江医。随你吧，不重要。快起来！谢谢你。
就打算这么离开了？不然呢？等着你这个胜利者来看我笑话。事情已经过去了，没有人会追究真相。你用不着拿你医学世家、天之骄子的光环来施舍怜悯。我程培阳做过的事，我认。就因为唐一？或许吧。在你出现之前，我以为我会是那个能陪他走到最后的人，可现实就是这么冷酷无情。你轻而易举就可以取代了我的所有。他是一个独立的人，不是谁的附属品。他喜欢和谁在一起，那是他的选择。我们是公平竞争。公平？公平？公平吗？公平吗？你们这种人，生来就站在巅峰，享受着最好的资源，享受着所有人的仰望。而我呢？我拼尽全力，穷其所有，想要到达的终点，也不过才是你们的起点而已。你懂什么叫一无所有吗？你懂什么叫笨鸟先飞吗？你见过你爸妈凌晨3点佝偻着腰蹬个3轮在街边卖菜的身影吗？你看见过你兄弟姐妹低声下气、厚着脸皮去借钱的时候的卑微吗？你经历过连续8年每天只睡3个小时，在宿舍里半夜也要蒙着被子打着手电看书的日子吗？你没有，你永远也不会懂，因为你生来就拥有一切。是，我承认，我嫉妒，我嫉妒的要命。我没有家世，没有背景，没有人脉，我最难的时候连一桶泡面我都要分2顿吃。我努力奋斗了这么久，就是为了能够和过去的生活说再见，就是为了能够让所有我在的人都可以过得更好一点。就是为了能够在我喜欢的人面前能够更有底气一点。我有错吗？我有错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就连这一点点的希望都不能留给我？我从来没有觉得你低人一等，我也没觉得我自己高人一等。甚至如果我处在你的位置，我可能做的还不如。你什么都有，什么都不要求，当然可以冠冕堂皇说这些漂亮话。你只看到我头顶上天之骄子的光环，但你看不到我背后小心翼翼过的每一天。就因为我父亲是江兆和，我从一出生就注定要继承他的衣钵。我没有你童年的无忧无虑，也没有选择自己兴趣的权利，甚至没有父母亲人兄弟姐妹的陪伴。我没有自己的时间，而我做的这一切，仅仅就是为配得上江兆和儿子这个身份。我每一天都相信兢兢业业、如履薄冰，我生怕有一点差错。如果出错的话，同事就会觉得我是靠关系，我走后门。你觉得我就不累吗？你觉得我就不会觉得压抑和痛苦吗？我选择不了自己的出身，但我知道我的未来该怎么走。我这么做，不是为了向谁证明自己，而是不想让自己遗憾。你呢？你这么多年的努力拼搏，就是为了超越我，
那比我优秀的人比比皆是，难道你以后的每一天都要活在和他们的比较当中，去超越他们每一个人？我不管你信不信，但我从来没有把你当做假想。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路，而我要做的就是比昨天的自己更好，就足够了。自己的路。当初我以为，只要我有满腔热血，就一定可以帮到更多人。可现实呢？现实是，哪怕我拼尽全力，也改变不了那些根深蒂固的偏见和歧视。我学了8年的专业，苦练了10几年的技术，到头来在别人面前，甚至不如机器3秒钟生成的方案有可信度。我这么样到底算什么？我什么都不是。如果每个人都跟你一样做逃兵的话，那我们这个行业还怎么发展？你觉得单凭我们俩就能改变这个行业的生态？不试试怎么知道呢？牙疼就是上火，那可不一定哦。饮食刺激、口腔卫生不良、心火、肝火旺盛、口腔感染都可能引发牙齿疼痛。如果牙齿疼痛持续不减或者症状加重，一定要及时就诊，切勿拖延小病啊发展成大病。你还是不打算劝他去里昂吗？劝。我们这一行最重要的就是尊重患者的主诉。他想留下，自然有他自己的道理。10年前，我记得国内能做复杂口腔种植的医院屈指可数，那进口材料也是贵得吓人。但是现在呢，材料国产化了，价格也便宜了，老百姓也都能看得起牙了。我看着江天才面对那些患者露出真挚的笑容，这难道不比他收到里昂的邀请函更加有意义吗？不管你怎么说，我都不会放弃。我爱了他15年，就算你们2个在一起，我也不会坐以待毙的。其实你每一篇关于术后镇痛优化的论文，我都读过好几次。我当时就在想，你是如何把麻醉做到这么精准的？一个能让患者在清醒状态下无痛完成手术的麻醉师，那对于我们口腔外科来说，简直就是守护神了。你犯不着恭维我。没有，一点都没有恭维。我经常在想，我如果自己能用最新的技术帮助一个先天性牙缺的小朋友，让他重拾自信，重获笑容，能够不再自卑地捂着嘴笑，那我自己也会很自豪，很骄傲。希望我们都能成为各自领域里最亮的那束光。保重，林医生。哎，如您所愿，满意了。
陈佩阳才刚走，你就迫不及待地推我上位，这不把我架在火上烤吗？以后我怎么做人啊？你小子，少得了便宜还卖乖。你以为我不知道那李昂的进修机会，是你让给人家陈医生的？为什么是综合科？颌面外科，否则免谈。年轻人，不要把平台当成能力，有才的人，在哪儿都是巅峰。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嘛。毕竟他在专业上也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。那你就那么能肯定，他回来以后不会再跟你争个你死我活？我愿意相信，相信的力量。肖医生，是你妇产病人来了。那你先忙，我随便逛逛。好的。来，让哥哥听一下啊。没事啊，只是肚子里面啊长个小虫虫，哥哥带你去消灭它。走。哦。江天才，明明就是做一个口腔探查，你为什么给我整那么痛啊？你的这颗智齿，就跟你这个人一样，长得又丑又歪又野蛮，那不使点劲儿怎么看得清啊？哈哈哈！明明就是你技术不过关。你别出去乱说啊，让别人听到，我这个副主任的脸往哪儿搁？哦，那你给我个封口费呀？牙疼就要冰敷啊！我国口腔疾病的发病率逐年上升，而且越来越年轻化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我们口腔医生的任务越来越艰巨，责任越来越重大。我们不仅要提升我们的临床水平，更要加强宣传口腔健康的重要性。七月，你真决定去预保中心了？那儿的活可不比这儿轻松啊！我觉得宣传科普才适合我肯定要去。宣传科普才适合我肯定要去。别。像种植机器人、AI、数字医生这些高科技的应用，其实正在逐步改变我们传统的治疗方式，让医生的治疗更加精准、高效的同时，也让患者的舒适度和满意度有所提高。我不仅可以精准分析患者口腔状况，提供个性化治疗方案，还能看脸猜心，判断他们的情绪和需求，给予他们最贴心的关怀。看，我们的小伙伴来了。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，各位可能都要拜我们兄弟为师了。真不愧是曾院培养的徒弟啊，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呐。可我倒觉得啊，这机器虽然精密强大，但更宝贵的还得是我们人，是我们各位中国口腔医生，因为我们有着永远无法被替代的温度和同理心。有车祸伤员即将搜查人员，请各位女生做好接诊准备。有车祸伤员即将搜查人员，请各位女生做好接诊准备。有车祸伤员即将搜查人员，请
刻我为你们做好接诊准备。截至2026年，我国注册口腔执业医师已突破35万人次，他们正奋斗在守护国民口腔健康的第一线，用专业与爱心努力让每一位患者重展笑颜。在健康中国2030战略指引下，未来5年，中国口腔医疗行业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，全民口腔健康管理的曙光已然可见。